欢迎大家来到 Forecast Happyology 易经艺术塔罗，我是苏苏丽。最近大家都好吗？今天要来占卜冬季的运势，横跨了2023年的年末到2024年的年初。那么呢，我会先简短的说一下冬季当中比较重要的行星运行状态。首先12月中的时候，水星会一路逆行，从摩羯座到射手座，在1月初的时候才会开始顺行到射手座，再到摩羯座。因此呢，要准备新年礼物的人呢，例如说要购买一些电子产品的，可以想见呢，因为通膨或者是商品的库存等等，如果太慢采购的话呢，可能会和商家有些争吵、误解，或者是货品延迟、寄送延迟等等。所以有需要购买一些电子产品、3C 产品的朋友，或者是购买一些票券的朋友呢，可能要早一点准备。这个冬季的行星运行非常的重要哦，主要是第一个，在12月29号，也就是在年底的时候呢，火星会四分海王星，这是一个呢，将你的梦想化为行动的时期。但是呢，因为海王星在双鱼座，火星在射手座，在梦想、幻想以及你想要做的事情上面呢，可能会有一点滞轴。也就是你想的，你虽然冲劲满满，不过呢，想的呢，稍微有一点不切实际。另外呢，土星也在双鱼座，所以呢，你在实践上面可能会有觉得你的梦想有一些资源不到位的情况，可能有被限制住的情况。所以虽然对于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有满腔的热血，有许多对未来的憧憬，不过在实行上面呢，毕竟它是4分相，所以呢，会觉得有一些不那么顺利的时候。再来一个最重要的星象就是冥王星，它重新进入了水瓶座。它在1月21号左右的时候呢，会和太阳合相。再来是2月5号的时候，冥王星又会和水星合相。2月13号的时候，又会和火星合相。在2月17号的时候，又会和金星合相。所以呢，一连串的行星经过了冥王星，都和冥王星产生了合相的相位，威力非常的强大，所以这一段时期要非常的注意。这一段时间也是在传统上，从农历春节的准备期到春节的初八，初八呢也是小年夜的补班，是一个星期六却要上班的日子哦。这一段期间当中呢，甚至也有小年夜这一天，有月亮和冥王星的合相的插曲发生。所以我们刚才算了一下，大概就有太阳、水星、火星、金星、月亮5个星和冥王星在这段小小的不到1个月之内呢，2个礼拜多，产生了合相，这么威力强大的一个相位哦。会发生什么事情？可以想见，在过年的准备到之后呢，会引发各种动荡。例如说沟通的争执，情感上的互不相让。另外，小年夜的时候就会开始上演婆媳大战，又或者是呢，母亲还有女性长辈突然变得非常固执，控制欲非常强烈的爆发，比往年都还要剧烈。甚至是该采买什么东西要买，谁要在哪一天到家里拜访等等，所有的安排事宜呢，都会比往年还要困难。甚至在金钱的支出上面呢，也会是一个争执的导火线等等。各种的扰人的肥皂剧呢，就会在这段期间产生。听到这一段的朋友呢，就可以早做准备，并且呢，如果没有办法错开安排要跟大家族相处的话，一定要建设好心理。要记得呢，以平静还有微笑带过所有令人抓狂的毁灭状况。因为毕竟它是冥王星嘛，所以它的威力会蛮巨大，而且它会有一些暗潮汹涌在心里面想。
那么遇到火星的时候又会爆发各种脾气哦，这点都要多注意。为了和这一段时间的感觉相应，我特别挑选了比较平常的水晶滚石来让大家选择。那么呢，生活是平凡，团圆的气氛呢要大于制式的传统节日要求。大家要记得，就是有时候过节日呢，得过且过就好，团聚在一起，喝一碗甜汤，喝一杯暖暖的姜茶，也就很幸福了。记得要享受冬日的冷冽以及平静。那么呢，就像平常一样，从左到右是1、2、3、4。那么水晶是青金石、粉晶、紫水晶以及血石。那么我让大家近距离看一下，这是第一颗青金石，再来是粉晶以及紫水晶，再来是血石，它是绿色的，带一点白色的雪花，它红色的部分非常的少哦。那么请大家静下心来选择。大家都选好了吗？请直接从资讯栏跳到自己的组别，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解说吧。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未来冬季的运势，也就是从2023年的年尾到2024年的1月、2月年初。首先呢，大家所抽到的易经的主牌是2张，第一张是泽雷随，第二张是地水师。那么提点牌卡所抽到的这个是光明流光，可以看到呢，有不同的光线从云层当中呢透出来，反映在这个平静无波的水上面。在原本乌云密布的一个状态当中呢，好像出现了一条生机。再来是实现或者是满足感，可以看到有一颗桃子长得非常的甜美多汁，它挂在的树枝上面，宁静、祥和、满足的一个氛围。那么3张塔罗牌卡所代表是12月、1月跟2月，这边是宝剑1，第2个月是权杖6，第3个月是权杖2。那么总体来讲呢，这整个牌卡呢是着重在于事业目标跟你的想法上面哦，跟个人的愿景上面。首先呢，选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呢，如果要达到自己的目标的话，要善于利用借力使力的一个态势。就像呢，这个木头呢，它顺着水流，虽然有时候会有点蜿蜒，不过它可以很顺利的到达它的终点。地水师呢，水的能量也很强哦，不过地水师是一个外面呢诡谲多变，似乎战争竞争就要一触即发的一个状态。当事者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不过呢，竞争已经迫在眉睫了。而地水师呢，它的纵卦是水地比，也就是第一组的人呢，只要你遵循正道，你的目标是美好的，你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只要师出有名，众人呢就会来协助你，分工合作，把事情完成，以一个团队的精神呢，将这个胜利拿下来。但是过程当中要顺势而为，它不是自然无为，而是你想着你的目标，借由他人的力量或者是目前的形势，顺流而下，去最后拿到自己的成果。由于呢，你有这个光明的牌，很显然在前一段时间当中呢，你所处的环境或者是竞争呢，非常的剧烈哦。在冬季当中呢，光明终于落下来了，终于看到希望了。这个希望的光芒呢，充满了大地当中，本来停滞的水，也随着第一组呢改变心态，顺势而为的一个态度，开始流动起来，事情开始展开。
泽雷随呢，它的纵卦是山峰谷。那么山峰谷就是郁积在一处呢，开始有一些瘴气产生，东西就会腐烂。不过呢，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呢，只要善用外界的情势，慢慢的开拓出一条路的话，记得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做的事情顺应潮流，做的事情呢顺应目前的社会情势跟生活环境的情势，慢慢的往前顺行，自然就不会停滞在一处，光明就会落在这个平静无波的水面上，把这个瘴气呢给消除。那么最后你就会种出非常漂亮的这个桃子树的桃子，而获得甜美的果实。所以胜利是在望的哦，你心中的愿望它是会实现的，因为这个牌卡它就预示了实现的意涵在里面，而且你会得到满足感。冬日当中呢，播下的种子带来一线生机，最后在明年的5、6月份呢，它就会长出很漂亮的果实。所以呢，选到这组的朋友，你可能已经觉得你在面临的一场竞争，或者是你策划的东西呢，似乎有点停滞不前。不过呢，只要秉持着师出有名，我是为众人好，这个目标不是自私的，这个目标还是有一个利人的成分在里面的话，自然就会有不同的人马来帮助你把这个目标完成。就等于说人和跟天时都掌握到了之后呢，自然事情就可以更好的运行下去。那么呢，这个情形也反映在各位的塔罗牌卡上面。首先宝剑1、权杖6跟权杖2呢，可以看出来呢，在2023年的时候呢，有立定了几项想要达成的事情哦，并且缜密的规划，谋略策略在心中想了又想，在为这件事情呢做足了沟通，做足了调查，做足了准备。那么呢，他的胜利期终于在明年初看到了一个初步的成果，是权杖6。在宝剑1上面，你想要获取那个桂冠，你想方设法做了很多不同的计划企划，想要得到那个胜利。而在2024年的年初，你看你胜券在握，你已经把桂冠握在手中了，所以它是一个很明显的胜利的一个情况。所以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在2024年的一开始呢，就是以胜局开场，非常好的开局哦。那么呢，你手上已经握有一定的权力跟一定的名声了，众人都仰望着你，而这个情形就是刚才讲的地水师它的纵卦水地比的一个情形，是一呼百诺的一个情形。之前呢，也有其他的测验有抽到地水师，不过因为它其他的牌卡没有配合到那么好，不像是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呢，这个战争一触即发之后，你是胜方，就是选到第一组的朋友是胜利的一方哦，胸有成竹的把这个奖杯握在手中，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状态。再来呢，选到第一组的人，我可以感觉到呢，你想要实现心中愿望的心是非常强烈的，因为你接下来权杖6之后，接下来的是权杖2。权杖2呢，是一个展望未来的牌，你看着你自己所拥有的，但是你并不以此为满足。虽然你已经实现了你想要的东西，我可以感受到呢，你可能想要的这个东西呢，它是有阶段性的。你想要发动一个什么类似竞争，或者是在竞争当中呢，你握起了你的王者的宝剑，去把这个东西呢，想要把它取过来。再来呢，你得到了第一次的胜利，可是因为这边的胜利感觉是在明年的5、6月还有一次哦，还有另外一波的感觉，所以我感觉到这个计划是比较长远的。明年的2月的时候，可能在过农历春节的时候，选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呢，开始盘点自己的资源，开始盘点说我现在做到了哪一个部分，那么我还可以借用外部的力量呢，怎么样来达到我第2部分、第3部分的成功哦。所以选到这组牌组的朋友呢，是一个有规划性并且有野心去达到你心中所想要的成功的人。
就算是之前有一些不顺利，有一些乌云密布的地方，有很多人想要跟你竞争，或者是你觉得你再怎么努力好像都缺乏临门一脚。不过呢，这整个情况在冬天的时候呢，产生了非常大的不同跟改变哦。再来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很可能是风象星座的，就是双子、天秤、水瓶，以及火象星座的狮子、牡羊以及射手座。那么上述的风象跟火象星座有可能是在你的太阳、月亮或者是上升星座。再接下来我们看你的事业、爱情跟财运。你事业所抽到的是宝剑侍者以及宝剑骑士。再来你的爱情所抽到的是宝剑二以及钱币六。再来你的财运所抽到的是钱币九以及皇后牌。因为牌有点多，把它叠起来哦。我本来是要抽一张的，不过它就是每个都掉出2张，所以我就把它们都一起拿起来讲解哦。选到这组牌组的人呢，未来3个月的重心呢，会是在事业跟金钱当中，爱情呢比较乏善可陈一点，因为呢，不管是泽雷随或者是地水师，他在男女的交往上面呢，不是很平等哦，就是会有一方比较强势，有可能是男方或者是女方。尤其呢，地水师在爱情当中呢，是男方比较占优势，女方稍微比较弱势一点哦，就是比较多人是在倒追这个男生的一个状态。泽雷随刚好又相反，泽雷随是在上面的是少女，卦象下面的是长男。照理说，就是以传统来讲，应该是夫唱夫随，也就是男主外女主内。不过泽雷随的牌呢，不是一个阳刚气太重的一张牌，所以他表示说呢，不管你们的年龄差距如何呢，女生是稍微比较强势的，是稍微比较骄纵一点的哦。那么这2张牌就等于说，他们都不是一个非常平等的状态，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都有可能成为强势方的可能性。如果是泽雷随的状态，也就是女生呢是反过来比较听从男生的话，这个感情可能可以稍微和谐一点哦。女生呢是做一个比较活泼的公关的一个状态，但是男生是在一个在外闯荡的一个状态的话，这一段感情呢就是可以比较长久。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2个在卦象上面呢，都不是一个完全平等的一个状态，而它反映在你的感情当中呢，也是这个情况。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先来讲你的事业。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在事业上有非常多的想法，可以感受到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事业上是一个冲刺的状态。你会从一个宝剑侍者成长到宝剑骑士，是一个在一个初阶的阶段，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事业还在萌芽期，所以这边也印证了我刚才讲的，就是事业一开始呢，这是一开始哦，你得到了初步的胜利，所以成长到了宝剑侍者的一个状态，你手上握有很多很多的想法，你终于实践了至少一个。所以在2023年，你可能许下了有许多不同的愿景跟愿望，可是你至少可以达成一个，所以你在年初的时候发现你至少达成了一个。再来呢，你就要开始积极的往前奔跑，这边是非常快速的宝剑骑士。宝剑骑士是一个乘胜追击的牌，而你的牌就是你没有懈怠，可以感受到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呢，并不自满，并不自傲，在得到了一个小胜利之后，马上在规划未来更大的胜利，以取得这个最大丰收的成果。趁这个天气将要晴朗的时候呢，马上快马加鞭，骑上重机呢，就要往前去奔跑过去了。而且你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因为你背着这个弓箭，你知道自己要去追击什么。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动力满满。但是在动力满满当中，还是不忘要提醒第一组的朋友顺势而为，借力使力。
就是如果你骑着摩托车的话呢，山路颠簸的话，看可不可以弯到一个大路上、柏油路上，前人种树带来的比较便利的效果，让你可以在柏油路上驰骋的更加快速，而不是想要走最短距离的山路山径，因为那个并不适合重机的一个情况。所以泽雷随就是在告诉大家这一件事情。那么再来讲到刚才提到的感情感情我刚才为什么会提到地水师跟泽雷随这个平等的一个状态？因为你抽到了钱币六，钱币六在感情当中就是有一方比较高贵，一方是接受的方，一方是比较唯唯诺诺的一方，一方是比较没有力量的一方，一方非常的强势。再加上呢，这个是宝剑二，那么宝剑二就是目前的情势呢，退也不行，进也不行，只好蒙起眼睛呢，不知道危险会不会在哪一天降临。这边有点地水师的状态，有可能呢，你目前想要追求的对象，或是已经在一起的对象，他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呢，即便是在一起了，已经是公开交往了，但仍然需要胆战心惊的，觉得自己是不是做的哪里不够，哪里不好。但反过来说，因为这组的人呢，也有可能是强势的一方，毕竟你有宝剑一跟权杖六，有可能选到这组人才是那个咄咄逼人的一方，因为宝剑一的能言善道的功力可不是盖的所以有可能呢，另外一方对方会被第一组的朋友讲到了无地自容，讲到了没有话可以辩解，所以这边也要有一点点认知，如果自己是强势的那一方，是不是要试着同理别人一下？可是呢，我看这未来3个月呢，可能有一点困难，因为选到第一组的朋友满脑子都是事业的规划，满脑子都是要追赶敌人，想要追到自己的目标，再来呢，满脑子都是赚钱，所以在爱情方面就比较乏善可陈，即便自己是顺从或者是强势的那一方，都有一点不想要去改变现状。不想要改变现状的结果就是未来爱情的结果在哪里还未知有可能选到这组的，如果你是事业心比较重的一方，不管是男生和女生，忙于在外面开疆拓土，所以对内对家里或是对另外一半就是用金钱补偿，买一些礼物，可能出差回来送一些小礼物，或者是被外派到哪里去定时寄钱回家，寄薪水回家，是这个状态。所以感情真正如何呢？冷暖自知。金钱运可不同了，金钱运非常非常的棒，就像这个桃子一样呢，未来呢，在冬季的时候，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会赚到非常多的钱。首先是钱币九，感觉上选到这组的朋友，你看这都是3个非常独立的女性，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在感情当中呢，事业跟金钱运上面都是非常的亮眼的你会赚到足够自己花费的钱，甚至有可能会在冬季的时候呢，花钱出国犒赏自己一下，血拼一下，去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可以看到呢，传统上这个鸟是蒙着的它有点被受限制了。但是这张牌的氛围完全不同，选到这组牌的人感觉是赚到了钱之后也会去花钱。再接下来皇后牌这边它孕育出一个地球，所以呢有可能真的会出国。你赚到了钱，所以呢你在冬季的时候，不管是在节日或是春节的时候，可能会去出国度假，在地球的某一端去度过你的假期，并且好好的犒赏自己。你赚的非常多，但是也在美食、在美容、在外貌上也会花了一些金钱。不过呢，你的收藏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选到这组牌的朋友，除了这个得到了初步胜利之后，你会开始在孕育你的下一个作品。如果你是做艺术设计方面的、美术方面的创意工作者等等的话，你会在这段放假的期间开始孕育出最漂亮的东西，可能会将你的产品推广到全球。
然后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赚钱的动力满满，而且是一个比较不费力的状态，是一个自然而然就赚到大钱的一个状态。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如果目前爱情不是你的重心，甚至你是单身的话，把冬季的事业运跟金钱运发挥到最大，最后你会成为一个皇后般的存在，自然很多人就会追你。所以还不急着说在这时候，在看不清楚的时候呢，贸然进入一段关系，我指的是单身的哦。但是如果是已经有另外一方呢，因为你其他的表现实在太好了，以至于爱情当中呢就比较不是那么出彩一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其他的牌卡。首先你抽到的是金牛座的上弦月，你要释放掉你的控制欲。再来是牡羊座的上半月，他说呢要发挥你全部潜在的力量哦。你另外的提点卡被你抽到什么？释放。他说呢将你的智慧留存下来，可是呢我将不再感到疼痛。再来是友谊，他说带给我真挚的友谊，让我们可以一起欢笑，然后也可以了解彼此。那么选到这组的朋友，很明显的在明年的2月之后，3月、4月到5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所以你在5月、6月的时候呢，会得到一个更大丰收的成果。那么我刚才在讲的时候，就是讲到了这个明年5月、6月，没想到呢，这2张牌是一个过程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在你要达到你下一阶段更大的成功，你要怎么做呢？顺势而为，刚才讲过了，他说要释放掉你的控制欲哦。怎么讲呢？不要事事轻微，不要事事亲力亲为，太用力，反而是让事情自然的展开，反而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再来是呢，要展现你的权利。他这边展现你的权利不是说要很强势哦，这边反而说的是呢，少女虽然比长男呢年龄还要小，可是她却取得了主控权。可能她有什么样的条件，她有什么样的特质呢，会让另外一方听从于她，所以她会展现了她的力量。皇后牌也是在说这件事情，你要用一个化被动为主动的力量，就是你虽然看起来是无为的，看起来是被动的，看起来是美丽的，可是你却坚定的拥有自己身上的力量哦。你要展现你的权利，但那个权利并不必然是非常阳刚，太过阳刚就容易被折断，就是要能屈能伸，能够顺应时势去达到你想要的那个目的地。再来我们再看一下2张的星座牌卡，这边是巨蟹座的我感觉，以及射手座的看见。所以除了刚才的风象跟火象星座之外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有可能是水象星座，但是比较少一点。从这个射手座就可以感觉到，你在12月的时候，也就是在冬季2023年末的时候，你已经可以看到一些，你知道你将要达到那个目的地，将要取得一些成果了。最后呢，3、4月、5月、6月到最后7月的时候，你真正可以感觉到你真的成功了。所以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冬季虽然是3个月的运势哦，我觉得你在这个冬季所立下的初步的成果跟你规划的事情，会一直绵延到明年的至少暑假，所以这段时期非常的重要哦。例如说你生产的产品，你规划出了商品可能会常卖，一直卖到明年的暑假，或者是你现在规划的东西所产出的一些影片、一些文章可能到7月的时候可以看到最大的成果。这个最大的成果是你终于可以好好感受到自己胜利的滋味。再来呢，这2张牌呢也告诉你说，你要平均的分配在家里的时间以及在外的时间，要做一个良好的分配。因为巨蟹座是一个让你感到稳定的一个家的力量，而射手座是一个朝你的理想去做，而且它非常有可能出国。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出国的能量蛮强的所以这边要非常的注意分配
你在内跟外的一个工作量，休息跟出外动的工作量哦。这边是静，这边是动，这是稳定的力量，这是一马心动的力量。两个东西你都要顾得很好，因为这两个东西对你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再来，刚才没有讲这个友谊跟这个释放哦，所以可以想见呢，你这边有释放掉你的控制欲，这边也是你要释放掉过往的伤痛、控制欲，甚至是感情上，如果过往有什么伤痛呢，现在都不用再去想了，因为你未来冬季的事业运跟金钱运非常的好，先把自己运气好的地方呢，胜券在握的地方呢给拿下来，先不要去管之前的伤痛，先把它先沉积在，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沉积在这个心里面，然后慢慢的排出去。所以呢，这边就是要释放掉你的控制欲。第二个，它也是指说在感情当中呢，如果你是控制的那一方，你可能就要更加的让这个爱情以自然的感觉展开。再来，友谊是很重要的，可以想见呢，未来冬季你会有很多朋友在你的身边哦。再来，另外一个意思是水地比的力量，就是你会有一群朋友支持你，围绕着你，并且非常开心你成功了，这样才是一个真的朋友。如果你成功了，朋友却感觉没有那么开心的话，你就可以看出谁是真的朋友。不过我可以感觉在这个冬季，在这个假期连连的这个冬季，你会有一群朋友环绕在你的身边。射手座也有这个感觉，尤其是火象跟风象的朋友呢，很喜欢朋友围绕在身边的感觉哦，一起谈心，一起谈着未来的梦想。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乏善可陈的感情有没有什么亮点。哇，你抽到了是一个浪漫的感觉，再来是你应得爱，他说你是值得被爱的。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可能有一部分人真的就是单身哦，在寻找另外一半当中。不过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在你金钱跟事业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你自然会成为一个大家都注目的一个皇后的状态，那么你的爱情就会真正的进来了。又或者是你本来都在外奔波，疏于照顾另外一半，疏于和另外一半相处。不过呢，在冬季忙完之后，浪漫的感觉又会再一次回到你们这对伴侣身上。另外呢，我刚才也说到了平等的问题，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如果你是在一个不对等的关系当中呢，一定要告诉自己，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哦。你要释放掉过往的一些伤痛，该沟通的沟通，该放掉的放掉，因为你是值得被爱的。而且当你专注在事业跟金钱的成功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身边有很多的人是注意着你，觉得你非常的漂亮，是一个高岭之花，而你应得那个最棒的对待跟最美好的爱情。那么呢，可以看见了，虽然在冬季呢，感情呢是有一些问题在里面，但是在你努力了其他方面之后，反而可以让感情回温，反而可以让感情渐渐的走上正轨，一场非常美丽浪漫的飨宴在等待着大家。那么选到第一组的朋友，看起来呢，未来的冬季呢，拨云见日，很多东西开始顺顺的开始开展了。那么希望大家好好掌握冬季非常美好的运势，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冬季的运势，也就是2023年末到2024年的1月、2月这3个月的运势。那么首先大家抽到的易经牌卡是地泽临，多抽到了一张是水泽节，2张提点的牌卡，一张是转化重生，再来是力量。这左下角呢是大家的12月、1月、2月的运势。第二组的朋友多抽到一张哦，抽到的是权杖2、宝剑3、权杖女王以及宝剑2。在综合前面的主要的牌卡来看呢，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呢，在之前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呢，是经历了一个比较艰困艰难的时期哦。这3张牌呢都乌漆抹黑的哦，这边还有这个雷打下来，之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比较在低潮期。那么在事业或在金钱当中呢，都需要别人的帮忙，自己必须要节约用度，来度过之前那一段比较不平顺的时期。所以2023年可能对第二组的朋友来讲呢，是真的比较困难哦。大家的易经牌卡抽到了地泽临，地泽临就是因为自己态度的谦虚以及柔顺呢，引起了贵人的注意。那么呢，你目前的情况呢，将会有贵人来帮你一把，长官，甚至是如果你想要跳槽的话，别的公司的长官，或者是自己家族中的长辈看到了你的情况，愿意呢伸出援手来帮你渡过难关。即便是有贵人出现呢，选择到第二组的朋友，目前在所有生活上或者是在金钱的支用上呢，都还是必须要量入为出的。目前事情很多，然后你必须要一件一件的梳理，又或者是要花出去的钱很多，你必须要一项一项的厘清，把自己每一分钱呢都用在刀口上面，有一个节约以及调节的一个意思在里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有点像是就是所有的钱财都是过路钱哦，就是进到你的口袋里面的，可能过不久它就要花到某一些家用上面，又花到一些必要的支出上面哦，所以这边呢就会比较不容易，就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没有一笔闲钱在身边。但是呢，未来的冬季呢，是一个重生跟转化的时期哦，这个困难的时期终于要过去了，雷开始打下来了，雨要来了。雨要来了表示什么呢？水泽节呢表示是你必须要节约用度嘛，节约用水。但是呢，雨打下来了，你就像是那个水库，你现在要承接那个雨水，水库也是做一个调节的作用。不过目前的情况是水即将要来了，这个雷打下来，雨就要降下来了，所以你开始有一个重生的契机。因此在冬季的运势是可以期待的，你将会在转化之后重新拿回自己的生命的主导权，即便呢这个主导权可能是稍微有贵人在帮你把路途给扶正，不过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的人生开始渐渐进入你期望中的正轨之上。所以呢，你这边开始亮起来了，开始有黄色，开始带财，思考开始冷静起来了。你也可以感觉到自己似乎比较有打扮或者是装扮的意愿进到你的生命当中。要不然之前如果人在运势比较颠簸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多的心力去顾及自己的外貌。所以当你觉得你自己开始又重新拾回，想要买一件新衣服啊，买一件新裤子啊，把自己打理的好一点的时候，化妆扑扑粉啊，或者是男生也喷点香水啊等等，你就可以感受到自己其实对生活重新燃起了想要展示给别人看自己好的那一面的热情又回来了。到冬季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呢，先从外貌上做一些些许的改变。如果觉得自己之前的运势没有那么顺的话呢，可以尽量少穿一点黑暗色的衣服，就是尽量跟别人出去玩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新年拜年的时候等等，穿一些比较亮色的衣服哦，让贵人，因为这些场合都是容易遇到贵人的场合，比较容易脱颖而出，让贵人注意到你的存在，跟你聊一些天，在聊天的时候发现其实你需要这样子的帮忙。那么尤其是在新年春节的时候遇到了长辈，通常呢都会有一些是比较生活无忧或功成名就的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呢，记得要穿得喜气洋洋，挂着笑容，做一点蝴蝶花枝招展的一些态度，把它融入生活里面，
贵人比较容易看到大家。接下来我来看一下大家的塔罗的运势。在冬季的运势呢，它是一个穿插交汇的，也就是它在2023年的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应该大部分在2023年都有一段不小的低潮期哦。可是它要衔接到2024年了，那么在这个过渡期当中呢，新旧的能量在交替，所以很明显的，你展望着未来，可是又缅怀着过去的伤痛，然后又展望未来，但是又有点裹足不前，所以它是上下上下，所有的东西都在你的脑中行动当中交汇着。因为你可能之前所受到的一些惨痛的经验，不管是事业、爱情或者是金钱上的哦，你会想到之前有失败过的一些经验，因为有跌倒过，所以你当然想要展望未来，有时候跃跃欲试，有时候充满了动力精力，想说我一定要在2024年呢冲破一个新的局面，但是呢难免又会被2023年之前的不好的经验呢所牵制住，有时候会想说有点像天人交战，就是上一刻还在想A 计划 B 计划，下一秒的时候就在想说，如果他失败了呢，那我的计划 A 跟 B 是不是都不够完美？我是不是还在想 C 跟 D 跟 E 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波动的天人交战的一个时期。那么选到这组的朋友依然是风象跟火象比较多，也就是狮子、射手、牡羊以及双子、天秤、水瓶这边的能量比较多。等一下也会抽出星座牌卡，因为不一定就是完全的风象跟火象，不过我可以感受到，因为前一组的朋友也是类似的情形，所以似乎是在到2024年呢，大家都开始动起来了，交谈交流也多了。不过选到这组的朋友，因为在12月底的时候有水逆的情形，那它水逆是在摩羯座跟射手座。那么因为呢你抽到了2个就是属于风象星座的比较不好的牌，所以在年底的时候也要注意沟通的技巧。除了在事业跟金钱上要面对之前的挫败，但是又要重新振起奋发朝新计划迈进的同时，有一些朋友呢从这2张牌来看，有一些人呢在感情上会受到极大的挫败。这个挫败，这个伤心是一种2个人不得不分道扬镳的一个情形。因为你看这个左边的男生呢，他朝着海外看过去，女生朝他工作的理想看过去哦，所以在这个情形当中，就像是双方因为目标的不同而不得不分开，即便是对于彼此都非常的喜欢，可是因为人在年轻的时候呢，大部分会选择工作或者是理想，总是觉得说自己还会再碰到更好的人，所以常常会选择了其他的事物而不是爱情。不过伤心是难免的，伤心是必然的有一小部分的朋友呢，是在感情上会遇到很大的人生的交叉点，那它的原因就是2个人的愿景不同，有可能一个要积极的往海外发展，或甚至是工作上就必须要旅居国外。那一方面呢，女生也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强人之类的类型所以工作上也是有自己想要发挥的地方在冬季的时候，如果面临到这样子问题的朋友呢，会有一段时间思考期因为有点进退不得。一方面是自己喜欢的人，一方面是自己喜欢的工作，无法做决定，可能会拖着。冬季的情形是可能还看不到结果，你可能只是很伤心，因为你可能预期到了会有波动，很伤心。有些人呢，大部分人都会想要以拖待变，对方去国外了之后呢，距离渐渐的加大，那时候再看是要断还是要留，或者是会断得不清不楚，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个情形。那么很少数的朋友会被第三者插足，这边的第三者看起来比较像是抽象的未来的理想跟
不同的工作，或者是异地的工作。那么这在冬季呢，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尤其是呢，地泽临跟水泽节他们在感情当中的卦象是比较偏好的哦。尤其水泽节呢，有一个两个人其实是互相喜欢，因为你们两个人可以平衡对方的优缺点，是一个互补的。但在地泽临当中，也是一方跟另外一方比较柔顺，一方比较强势，所以两个人也是配合得宜的哦。所以这两张牌在感情当中算是中级以上的牌。遇上了喜欢的对象，但是又不得不分开的话，会非常的伤心哦。所以有一些人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形。那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事业、爱情跟金钱的运气。首先，你的事业抽到的是宝剑国王，再来是钱币八。那么感情所抽到的是权杖九，金钱运所抽到的是宝剑九。首先呢，选到这组牌的人工作能力是很不错的哦，因为你的权杖女王的能力是非常干练、非常强的哦，非常有创意，也很有执行力，又加上了宝剑国王。宝剑国王这张牌就是选到这组人不但有执行力，其实你的策划能力、想法、沟通能力以及专业的能力都非常的好哦。在事业上呢，甚至有一些人可能可以进阶，考取到你真正想要的专业证照，又例如说申请到自己想要的一个心中最好的学校，甚至申请到海外的工作。宝剑国王的专业能力是非常强的，再加上权杖皇后也是一个执行力猛烈于常人的一张牌。而选到这组的朋友是一个兢兢业业在自己事业上打磨的人哦。但是呢，你在冬季的时候会有一部分转化的部分是，你会将你的事业看得更加的专业。之前可能还比较笼统一点，但是在经过了2023年的整年的打磨之后，往2024年迈进的时候呢，你会不断的再继续精进你的专业技巧，以达到你这个领域当中的前段班。那么我可以感受到选到这组的朋友真的是兢兢业业的在工作上不断的增长自己的知识，拓展自己的人脉，现在连沟通能力、企划能力以及证照上的能力都已经出类拔萃了，另外一个位阶。因此为什么贵人可以看到你呢？为什么长官会看到你？因为你已经把你自己准备到100分了。选到这组的朋友，你已经重新拿回你的力量了。你转化之后，在一整年训练自己成前之后，就是要开始重出江湖的感觉。从黑暗当中呢，打下了一个让大家都惊讶的雷哦。所以有可能你之前准备了什么东西很久，就可能在明年年初开始拿出来了。这边就像是千手观音一样，很忙碌的计划，然后把它实现，然后找人把它做出来，或者是任务上一个一个事项，真的是有各种的事项让你忙得不可开交。最后你在阶梯上舞蹈，风筝终于开始放上去，飞上去了。而且甚至有些人会怎么样，不但是自己的本业，连副业也要兼职一下，把自己弄得非常非常的忙。选到这副牌的主人想要赚更多钱的欲望是有一点的，你的财运上可能还没有到达那个阶段哦，所以你就想要做更多，以你的工作量来换取那个金钱。在这个冬季呢，你的事业运终于开花结果了，所以一步一步来，先让大家已经看到了你在专业能力上已经是非常的厉害，出类拔萃了。那么在之后呢，冬天之后，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时间哈，等一下会抽时间的牌，会看一下大家在明年的哪个时期有可能是最成功的，可以把你打磨的东西交付到这个舞台上。接下来就是大家的爱情了，大家爱情果不其然抽到了权杖九。可以这么说，选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呢，
爱情对你来说现在比较奢侈，因为你太多事情要忙了，你的工作太忙了，你的家庭让你太忙了，甚至是家庭的氛围像是工作，你必须要做什么东西这样子。所以爱情方面对你来说是一个有点遥不可及的，对你来说是一个责任感居多。如果你已经有另外一半的话，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是一份责任，这个责任让你都要想到账单的重要性，所以它是全账酒，它是一个让你要守护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在冬季当中让你感到甜蜜的东西，甚至你们是远距离恋爱，靠着这个微小的电波在维系，就很像我刚才看到的，一个人已经要往外发展了，一个人在工作上打拼，那么用 email 用社交软体跟电话来联系你们两个心智上的连接，而不是实质有一个接触，可以这么说。另外一个就是你可能喜欢的人，你还在暗恋的一个情形当中，你现在正在让自己更漂亮当中，希望自己能够转化成为对方看得到的一个人哦，守着你自己的条件，想要守护住这个份爱情，或者在心中把它放一个位置，想要好好的守护自己的感情，但你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维系或者去经营。在感情当中呢，有点像是一个独舞的状态，不管是远距离，不管是心灵上的隔阂，或在暗恋的状态，目前第二组的朋友呢，是一个无心无力在爱情上琢磨的一段时期哦。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财运，财运也是一个让大家比较紧张的一个运势哦，因为他抽到了宝剑9，因为呢前一段时期的很长的蛰伏期可能有点过久了，所以它导致了金流上的停滞。虽然想要赚更多钱，可是因为在工作上或投资上都是一段静止的一个状态，都是一个前景比较不明的状态，需要有人来指点你，需要你自己开源节流，用好每一分钱。因此呢，在金钱运上，在冬季还是在一个比较休息的一个状态，就是它还没有起色，它应该是要等你冬季你的事业步入正轨之后，这个财运才会开始再苏醒起来哦。冬季的运势选到第二组的朋友，重点就是工作，你的工作呢已经开始从不动变成了动，而且大家都看到你的专业了，就是你是个有头脑、干练、有执行力的人哦，这些已经被大家看到了，而且越来越把自己打理得更漂亮。爱情运呢，跟金钱运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因为它会随着你的工作的发光发热而更加的好。冬季这个时期就是新旧交错，你要释放掉过往的伤痛的一个时期，并且迎向未来的一个时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你的其他的牌卡。首先你的时间的卡抽到了是摩羯座的下弦月，他说呢要将过去留在身后。再来是水瓶座的下半月，他说呢要厘清你生活中的优先顺序。再来你的提点卡抽到的是想象力，再来是新的开始，哇，你又抽到了蝴蝶。再来是喜悦。那么选到这组牌组的朋友，看起来如果你是做创意艺术方面的话，尤其是创意类的哦，设计创意，或者是你工作上需要用到很多创意的，是企划开发类型的、研发类型的哦，就是在冬季的3个月呢，你会突破，会善用自己的想象力来做一个突破。2张的蝴蝶牌卡表示呢，重生转化新的阶段的开始的意涵非常的强烈，也就是2023年它已经过去了，不用再想了，之前过得怎么样不用再想了，就算是有一些难关，
有一些过不去的事情，也都必须要让它过去，因为你的新的开始要开始了。但是选到这组的朋友，很明显的还有点留恋在旧有的一个能量当中，为什么呢？这个是摩羯座的下弦月，下弦月就是它是越来越小的，它的是从满月退到了下一个阶段的新月。这张也是下弦月，它是在水瓶座，那么摩羯座跟水瓶座就是在2024年的1月跟2月的时期哦。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要赶快呢动起来，为什么？因为你的最后阶段，最后收尾阶段就在明年的2月，在农历年前就全部要把自己的心情整理好了。他说呢，要把过去的事情呢就留到过去了，不要再带着伤痛往前。再来是你要开始忙起来了，你的事业运这么好，你的事业运的能力都已经打磨到一个非常顶尖的程度了。现在就是在你忙乱的同时，你看你这6只手8只手在这边挥舞哦，所以你非常的忙碌，一定要将你的优先顺序要做的事情先把它厘清。那么从这些牌卡看来，好在因为你的事业运已经开始旺起来了，所以感情运或者是金钱运就先把它暂且放在一边。你工作运越好，你自然钱就进来了。要有这个优先顺序，有轻重缓急，要把它顺出来。再下来呢，这个过程新旧交错的过程呢，不要带着伤心的心情去看它，要带着喜悦跟感激的心情去看它。他说呢，要让喜悦的光照耀着我的生活。你要想想看，你的新生活在2024年一开始他就告诉你，你的新生活要来了，之前怎么样都不重要了。个人有个人的人生选择，那么另外一半他想要选择他的道路，真的也只能尊重。自己的新生活要过好，也有可能说你把自己过得越好，会有新的人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又或者是旧的人才会对你恋恋不忘。带着这个喜悦去看待这一切新旧交换的一个过程。然后呢，要用想象力把自己的作品、自己的事业弄得更加美丽跟浪漫一点。就是你的专业已经到达了一个顶峰，现在就是让它更加的生动跟吸引人，所以需要用开心的心情，更有想象力的一个创造力去对待你的事业。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的星座牌卡，你抽到的是木星、丰盛，再来是稳定，以及月亮，它是灵魂。那么呢，选到这组的朋友呢，你看上天呢已经要带这个木星的丰盛给你哦。木星呢到目前为止都还在金牛座，它到明年的5月份的时候会换到了双子座，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有可能在你星盘当中很多风象跟火象，因为你的星盘的配置哦。木星一旦木星转到了风象双子座的时候呢，你整个运气就会被带上来，你的丰盛就要来了。金钱运现在你还觉得它有点停止不动，没有关系，因为你的事业运已经开始要起来了。冬季也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哦。他说这边是土的元素，所以有一些处女、摩羯跟金牛座的朋友也有可能抽到这一组哦。再来是巨蟹座的朋友，这是月亮，月亮是在巨蟹座，或者是有一点点处女座的朋友，你稳定的生活呢，在冬季会开始慢慢的降临到你的生活当中。你之前的一些比较黑暗的时期呢，它都会要过去了，因为你看看这边是雷，这边也有雷打下来的哦。这边看起来雨水要进到你这个水库当中了，更多的任务等待你去完成的时候，生活的节奏感就会被慢慢带起来。这边的灵魂呢，我觉得它跟想象力是非常有关系的哦，因为可能选到这组的朋友之前经历过了一些东西，所以灵魂有一点点被侵蚀了，就是你的精神力或者是你对世界的一些热情呢，有一点被消磨掉了，所以你才会抽到希望你能够用喜悦的心在
带回到你的生活当中。那么灵魂也是说呢，你要用情绪、用想象力去感受你的生活。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冬季呢，你的生活会更加的生动，是一个有灵魂的存在，不会像之前呢，你可能要东奔西跑，可是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收获，整个人好像空掉了一样，没有灵魂，对生活的期盼又回到了你的生活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的爱情牌卡，他说不需要的爱情。他说呢，在你们之间没有一个足够的吸引力来让这段感情继续。再来是化学反应，他说呢，你们两个之间呢有非常强烈的像磁铁般的吸引力。那么很显然呢，就是讲两个不同的人，就像我刚才讲的，这边的宝剑三出现，它不是没有理由的哦。可能选到这组牌的人在暗恋一个不可能的对象，或者是要和恋人分手，因为你们要分道扬镳，目标不同。那为什么会分道扬镳呢？你们最终为什么会选择工作或是去海外发展，选择不同的东西呢？一定就是对彼此的吸引力是不够的，觉得可以找到更好的对象，要不然不会去选择其他的人事物。所以要放下之前的这个，就是要让过去就留在过去哦。所以选到这组牌组人，有非常一大部分人有这个情形，是你必须将你之前那一段不适合的感情给放掉。但是没有关系，当你呢事业越做越好，经过了明年的1、2月之后哦，开始会进入一个新的人，而且这个新的人和你之间是非常的有吸引力，你们的电力彼此之间的电流是很强的哦。就像这边你苦苦守卫着这个一段不可能的恋情，但是呢，真正好的恋情是不需要花太多力气去守护。因此选到这组的牌的朋友，如果你有这个我讲的这个情况，就是你有一段你自己也知道不可能的恋爱的话，那么冬季就是开始要重生，两个蝴蝶开始重生，要往前迈进的一个时期。接下来呢，不用担心，要有自信，你会遇到一个非常爱你的人，而且是互相非常吸引的人。那么以上就是第2组的所有讲解，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3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冬季的运势。那么这个冬季呢，是指从2023年的12月到明年，也就是2024年的1月跟2月。从12月、1月、2月这中间当中有非常多的假期。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段时期大家的运势是怎么样的。首先呢，你的易经牌卡抽到了2张，一张是雷泽归妹，再一张是水天虚。那么提点牌卡抽到的这张是休息，这边呢则是抽到了动作以及领导力。这边呢的牌卡是从12月、1月到2月整一个渐进式的一个运势，其他的组别的运势都是这边一部分，然后这边是事业、爱情跟金钱运。不过第3组的朋友你很特别哦，你抽到的牌卡超级多。选到第3组的朋友呢，可能在这个冬季的运势会稍微的复杂一点哦。这个冬季呢，会有各式各样的事件以及心境的转折等等，是比别人再复杂一点的哦。那么你的塔罗牌卡抽到的是，由于牌卡太多了，我就不一张一张看哦，因为那样子实在是太久了。你抽到的是宝剑1以及隐士牌、钱币骑士，再来是节制牌、权杖9以及宝剑国王。那么选到这组的朋友呢，我老实告诉大家，其实呢，大家的牌和其他的组别有非常相像的地方哦。不知道是不是看我频道的观众呢，都是属于脑筋动得比较快的，比较聪明的，沟通能力是不是比较好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组别都抽到了宝剑1跟宝剑国王，就是在沟通之初最后就到达了结果，就是很聪明的一群人哦。因为这2张牌都有聪明，不过聪明有时候会有它的坏处，是
过分聪明引发的一些事端这样子。那我们就从易经牌卡来看起。首先呢，大家抽到雷泽龟妹跟水天虚这2张牌，刚好一个在讲感情，一个在讲事业的运势。这2张牌都有一种太过于辛苦的一个征兆，因为呢，雷泽龟妹是指它不是一个渐进式的，它的纵卦是风山剑，在感情当中就是一步一步来，循序渐进，最后到达水到渠成的一个结果。但是雷泽龟妹呢，是有一点点名不正言不顺，或者是说太快了，是因为利益而结合的一个婚姻，或者是结合的一段感情，它是有点各取所需，所以中间少了一个缓慢的步骤跟过程，以至于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有一方是受伤的毕竟是各取所需，那不是每一个人最后都要最终走到修成正果这一步那么水天虚呢，就是你的目标呢很高，那么你看这个人为了要爬到山顶呢，连这个绳索都拿出来了，非常的艰困。而水天虚就是这个目标或者设定的业务目标过于高，以至于你的能力再怎么好，似乎也达不到别人的要求，反过来说就是有一点龙困浅滩的感觉。有可能呢，你的能力非常的好，或者是你的能力跟你现在的职位根本不相配，你的学业专精在例如说是商业好了，可是因为目前呢，可能公司在缩减它的规模，或者是有一些海外的公司呢，它因为布局的关系呢，撤出了原本你的家乡等等，所以你的目标本来是比较高的，可是现在呢，能给你的位置呢，却已经不在了，所以你只好跑去做一些服务业的工作，以至于呢，你原本呢想要一展长才，可是却没有相应的位置，所以他就有一点怀才不遇的迹象在这里面。雷泽龟妹它应用到事业上也是有一点点相同的意思，就是位置不相配，时不我与，受到委屈，就是你领的薪水跟这个位置呢是不相配的，你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你该得的，就是你领的薪水呢可能只有一点点，可是老板却塞给你各种五花八门的工作，就像是例如说有人在那个求职栏上呢，那个公司就开出了要会3种语言，也要会文字处理，又要会修图，这么五花八门的工作，却开出了一个业务助理的薪水，类似这样子的感觉。因为呢，实在是没有其他工作可以做，所以只好先委屈的做一个这样子的工作。这2张牌都说明了有点类似的情况，有点怀才不遇，位置不对，或者是在感情上面，它也不是一个正常跟对等的关系。那么提点牌卡就说，你现在是应该要休息的时候，在更多充实自己的内涵，等待时机，静待一个真正的机会。你看这个人在月亮之前呢，在一个满月之前看着自己喜欢看的书籍，在休息，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目前的状况是不宜再用力太深，外在的环境呢都不支持的一个状态，所以你要静待时机才能够再行动。虽然这是一个行动的牌，可是你看这个岸边呢，乌云密布，海浪都扬起来了，那么这个动作是指什么呢？旁边又有一个领导力，你在等一个可以让你发挥你的领导力的一个工作，或者是发挥你的魅力的一段感情。那么呢，现在就是静待时机的时刻不是努力冲冲冲。那么另外一个情形可以破解这个情形，就是你可以准备创造一个适合你的位置，也就是创业，或者是跟上司谈一个条件，说让我带领一个什么组别，然后我想要负责什么项目，自己呢亲自去跟老板讲，说我觉得我的能力可以带领完成什么样的机会，然后帮公司创造一些业绩。
这边呢需要你自己主动去讲这件事情。但是呢，因为这边的能量很两极哦，如果你在公家机关或是在一个很陈旧迂腐的组织里面，休息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在公家机关当中很难跟长官说你让我带领一个项目吧，他就真的给你，有点困难。因为这个比较在新创公司才会发生。如果你是在一个比较迂腐陈旧的公司组织当中呢，你可能就要想自己是不是要跳出去开创自己觉得有比较大可能性的一份事业，所以你才会有领导力的一个出现。不过比较像是你要在目前比较艰难的情况当中培养你行动的敏锐度跟领导力，要看准时机，不要贸然造进哦。因为雷泽龟妹跟水天虚呢，都是一个很难你一踏出去就一帆风顺的情况。那么我们再来看你的塔罗牌的细项，你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因为像我刚才前面说的，你的牌手跟牌尾两张牌，宝剑一跟宝剑国王，在这个冬天当中呢，已经走完了这个谋略的所有部分。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心中不是没有对策，只是这个对策有时候再好，你再聪明，也抵不过环境的一个潮流跟主流，或者是主要的价值观哦。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脑筋动得很快，点子非常的多，策划能力一级棒。因为从这边都可以看得出来，只是这样子的能力却没有相对应的工作给你。因为有可能呢，所有的很多的公司目前大部分都在一个守旧保守的时期，不会多花一分钱在一个新的项目上面，或者是他砍掉了研发项目的资金，砍掉了行销项目的资金。而这几个项目呢，行销跟研发呢，是最需要创意人才的地方。可是目前看起来呢，你的能力呢，跟砍掉的项目反而是相符的哦。所以英雄无用武之地，预算不够，位置不够。那么接下来就是隐士的一个阶段，所以你又抽到了休息，这不是没有道理的。隐士的牌呢，就是在一个黑暗当中呢，心中还保有自己的理想，想要追求自己理想中的一个梦想，可是正在静待时机，沉潜修身养性。那么现在呢，就是像钱币骑士，慢慢的蓄积你的能量，把自己的钱财储备好，把自己的能力储备好，一步一脚印的，即便是现在的工作不是在自己的理想当中或预期当中，可是没有关系，我们从小开始，一步一步踏出去，就像是买房子一样，从需要通勤的比较外围，慢慢的买进这个所谓的蛋黄区跟市中心。那现在就是从外往内进展的一个时期，所以这个冬天呢，刚好符合这个天气气温，慢慢的蓄积冬天的一个力量，把这个种子都收集好，等待春天一到就可以开始播种，让它发芽。所以呢，你接下来就是一个持平的节制牌。节制牌呢，就是你拥有的跟你出去的是在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哦。选到第3组的朋友，目前呢，就是要一个有所节制，也是你在感情当中要有所节制，不要去攀比一个很高远的一个目标，或者是委屈自己，牺牲自己太多的东西，或者是牺牲自己的青春，想要去够一个你觉得有点不可能的一个目标。这都是在说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在生活当中找到一个往前进的平衡的一个力量跟节奏，将生活慢慢的在冬天当中推进，直到春天开始可以有动作，开始展现你自己的魅力跟领导力的一个时期哦。节制牌呢，是一个比较沉稳平静的牌，接下来他又接到了权杖9，它就真的是一个守旧的牌。
你奋力着守护着自己的所有跟价值观跟你所拥有的东西哦。这整个态势呢，是你一开始有理想、有抱负、有点子，但是呢，这中间这4张牌就整个冬天呢是有点漫长跟沉稳平静，它的动能是慢慢的前进，是有在动，但是却很慢的一个状态，而你要奋力的守护着你的所有，所以甚至有可能呢，如果上司想要在你的考绩当中给你不公平的一个结果，你都要奋力的为自己辩驳，奋力的为自己捍卫自己的权益。权杖9在讲这件事情，但是这个权杖9很可爱的是哦，其他的权杖9都是一个人站在这个像监狱前面的这个木杖前面呢，捍卫自己的东西。可是这张权杖9上面有一个凤凰，然后你还有匹白马，所以这是什么？你在等一个蓄积的时期可以飞起来，你在等一个蓄积的时期，到那个时间呢，你就可以骑上白马往前奔跑。这边的白马跟这个过冬的熊都有同一种意涵。这个熊呢，现在在冬眠，在冬天过去之后呢，它就可以从雪地里面呢，从那个洞窟当中爬出来，开始去捕捉它的鲑鱼啊，这些鱼什么的。那么现在就是在一个等待捍卫自己所有的一个时期哦。明年的2月的尾端，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宝剑国王，成为真正你专业上以及你的想法都非常趋近于成熟的一个时期。甚至在明年2月底，有可能呢，公司在一开年的时候会给你一个新计划，一个新的任务，一个新的组别，你之前提的案子开始有所进展，老板上司呢终于开始同意让你动工了。不过这几张牌呢，对于感情都没有太多的琢磨，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感情上呢也是比较力不从心的哦。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当中，这有点像是如果你硬要把自己放到爱情的场域里面，例如把自己推出去相亲，你希望可以一次就可以选到自己的真命天子真命天女，这就有点困难，因为他没有时间的培育，飞上枝头当凤凰的这件事情在这3个月并不会发生。他是希望你能够按着传统的方式慢慢的推进你的感情、工作跟金钱。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你的事业运、感情跟金钱运。你的事业运抽到了钱币2以及圣杯侍者。那么你的感情抽到的是钱币侍者，你的金钱抽到的是宝剑5。那么从这几张牌来看呢，它都是比较小的牌，就算是宫廷牌它也是侍者而已，因为你抽到了2个侍者，因此目前都还是在学习以及攀爬的过程当中。尤其在事业呢，你现在还在学习怎么样平衡你的资源，怎么样将不同的任务在自己的手上呢放置得非常完美，怎么样在早上处理什么事情，下午处理什么事情，让它井然有序的让所有的事情一一的在你手上完成。所以这是一个你还在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多工任务的人的一个时间哦。你是有休息的时光，因为假期很多，但同时间你也是一个正在学习怎么平衡休息，怎么平衡工作不同任务的一个时期。尤其呢，你现在还在情感的一个萌芽期哦，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可能在情感上是一个还比较深色的一个阶段，学习工作人际关系的一个阶段。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专业有余，但是在处理工作上的人际关系可能有点稍显不足。在工作当中你必须要察言观色，知道同事在想什么，老板在想什么，客户在想什么，然后你就像那个中心的轴一样，你要把大家呢的需求
照顾得非常妥帖，才能够让工作顺利的进行。你要顾及双方的需要，去创造出你工作的不可缺乏性。而这个不可缺乏性呢，第三组的朋友，可能你的与生俱来的生长环境告诉你，专业就是最重要的，你的想法聪明是最重要的。但其实在工作上呢，有时候老板看重的是这个人处事圆滑的能力，所以这组的朋友还在学习这一点。可能你进入到职场某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有时候处理事情的 EQ 可能会大于工作能力这件事情，会慢慢学习到这件事情。再来你的感情呢，因为你还在工作跟金钱的累积上面呢，目前是一个比较深色的阶段，累积着你的资本哦。这个资本是金钱的资本，来建立你爱情的未来这段时期上面。所以在爱情当中呢，也是属于比较一个初阶的阶段，有暗恋的倾向在里面哦，就是你可能想着一个比较遥不可及的对象，那么现在正在一步一脚印的想要充实自己的内涵，去达到那样子的标准，因为这个人是在一个独舞的状态，正在储蓄自己的精力、金钱跟条件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在感情上，这张牌跟感情是有一点点距离的哦。再来呢，你的金钱运势宝剑五，你看这个人很头疼，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才会抽到这个节制牌以及钱币骑士。金钱方面对你来说现在是有点首要的任务，你正在慢慢的想要储蓄你的金钱，可是宝剑五也在说你花出去的钱可能稍微的多了一点，让你没有办法储蓄，所以你有点头疼，所以你想说怎么样才能够存到更多的钱，甚至是有一点捉襟见肘，因为你必须要在工作上努力，可是我刚才讲的有点怀才不遇，所以你现在呢的工作的薪资可能有一点点没有办法负担你的支出，因为它有点太少了，或者是你兼职，但兼职部分没有办法去负担你原本的支出，所以在金钱方面是稍微辛苦了一点哦。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呢，有许多支出要花出去，人际关系的交际、吃饭的场合非常的多，然后又有过年，又必须要包红包，甚至有些第三组的朋友需要包红包给长辈，所以这些都是让你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哦。不过只要熬过了这段时间呢，你将来到2月底的时候会到了这个宝剑国王的一个时期，你就会可以真正的踏出你的领导力的这一步。所以前面的状态从12月1月呢开始都是这个新年的转换时期，是一个比较艰困的一个时期哦。它需要你拿出行动跟耐力去做好每一件很小的事情，即便它有点让你觉得你有点受委屈了，可是还是要认真的去对待它，慢慢的走到宝剑国王的那个未来哦。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样提点的牌卡。首先你抽到的是真爱，真爱降临吧。再来是命运，再来是组织。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从组织来看呢，组织就是他希望你工作的更有效率，工作的更有目标性，来达到你将来2月底这个宝剑国王的一个状态哦。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要开始这个冬天呢，要开始循序渐进的去创造出自己工作的流程以及工作的特质，还有我刚才讲的人际关系的运用，这些都要把它考虑进去哦。不只是工作的利落程度，而是工作的拓展跟人际关系以及别人帮助你，都可以彰显出你工作完成度有多高哦。再来是命运，那么选到这组的朋友，很可能这个冬天之后会面临
至少一次的机会让你成为宝剑国王哦，所以要在这之前呢，就培养每一分每一毫的实力。如果感情上呢不是那么满意呢，就先不要管它，赶快抓住这个宝剑国王的这个机会，因为这个机会有可能是你成为了一个在上位者看到的人，他看到你的专业度，所以会给你一个命定，改变你人生的一次机会。所以这个一定要非常的注意自己能力上的培养跟不断的进步，让贵人可以看到你进步的样态。那么接下来呢是真爱，因为这所有刚才的牌卡呢都没有很强烈的显示出感情的一个状态，尤其呢如果在感情当中也是稍微的不对等，也是稍微的没有那么名正言顺，或者它不是一段认真的感情，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可能会暗自希望真爱降临。所以呢你有这个呼喊这个真爱，希望真爱降临的一张牌哦。但是如果你真正走到宝剑国王的这个境地，我相信在明年的2月之后，真爱降临的可能性就会大增，尤其配上了命定的这张牌。那么刚才我们有讲这个星座，选到这组牌的朋友，风象星座很多，有土象星座的，以及射手座、火象星座的。火象星座当中呢，以射手座为大宗，然后土象星座当中呢，以处女座为大宗。不过总体而言，有双子、天秤、水瓶、狮子、牡羊跟射手，以及摩羯、处女以及金牛座会比较落向这几个星座，但是我刚才说有几个比例会比较大。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你的星座牌卡抽到什么。你抽到的又是火的元素哦，他说渴望。再来是双子座的我思考。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我刚才就讲了，你是一个过分聪明的人哦。从双子座这张牌就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你的思绪逻辑呢都是超越别人的哦，你的思考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哦。当你思考能力在别人之上的时候，在别人之前的时候，你难免会觉得自己有点怀才不遇，因为你讲的可能别人有点没有办法理解。再来呢，你有想要达成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冬天呢，要把自己最想要的事情呢列出来，尤其你有动作，而这个动作就是在这个严冬当中呢，把你心中最热爱的事情呢，一定要把它列出来，最后才能在你运气开始转好的时候呢，马上接上，而不会浪费掉之后接踵而来的好运气哦。所以呢，这边不光是思考，也要动作，就是思考跟动作都并重，因为你2张牌都出来了。尤其呢，你的领导力跟组织当中又出来，有可能呢，你之后会有一个升迁的机会，它需要你在组织当中发挥你的领导能力哦。然后这边又是风象跟火象的星座，刚才已经提过的这几个星座。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时间的牌卡，这边是双鱼座的上弦月哦，他说要尊重你的感觉。再来是天秤座的满月，要找到你的平衡。选到第3组牌人，你的讯息非常的明确哦。刚才的前臂2就是一直在强调平衡的重要性哦。果然你出现了这个，你要找到平衡，因为呢，你有这个天秤座的满月。我认为呢，不是在过去的那个，是选到这副牌组的朋友，你一定要在这个冬季严加的准备自己的实力。为什么呢？因为这2张牌是连续的。为什么是连续的？双鱼座的上半月是在2月跟3月嘛，从那时候开始你就要尊重自己的感觉跟你的热情哦，因为他接到的是天秤座的满月，他在2024年的3月25号，所以你想想看哦，这是2月底到3月，然后接到3月25号。我刚才说了，你在2月之后，2月底之后，你就开始会有一波新的机会。这个新的机会真的就是在2月底的时候会出现，会浮现。所以这边3月25号的时候，
它是天秤座的满月的月食，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明年就是天秤座跟双鱼座2个月食，所以你又抽到了天秤座跟双鱼座的上弦月跟这个满月，它会让你在合作方面以及个人的梦想上面呢取得一个平衡，你会有一个机会出现，它会把你之前的不顺给蚀掉，重新启动一个新的能量。尤其明年是它的这个月食的轴向是在天秤座跟双鱼座，所以这点要非常的注意，它的时间点非常的吻合哦。所以在2月底之前，这3个月，冬天的这3个月就是你准备期哦，你的运气要开始启动咯，所以这3个月的准备期非常的重要。显然你在这个冬天之后，你会被赋予重任哦。当然你实力越坚强，你之后迎接挑战的能力会越高哦，这一点一定要谨记在心哦。那么很高兴看到这组的朋友在之后会有一个很大的转机哦，因为它时间点完全是吻合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这个冬天呢，没有什么显现的爱情有什么补充的。首先是调情，再来是原谅以及学习。那么选到第3组牌的朋友，看起来大家还是在准备自己的事业，还有在存钱比较多，因为在感情上这2张牌没有一个很认真的一个迹象，但是这个只有在这个冬天哦，因为你有出现了希望这个真爱会降临的这张牌，所以在明年的3月之后会有转机，但是目前的情况是你还在一个调情的状态，而雷泽闺妹它就是有一点点这个调情的状态在里面了，所以目前的感情不是在认真的一个阶段，它是一个比较像暧昧打情骂俏，还没有真正在一起的一个阶段，或者是你跟你喜欢的人，你暧昧人当中可能还会持续这段暧昧的阶段至少3个月以上哦。再来是原谅以及学习，他说呢，当你呢释放了过去，你疗愈了过去，你就会更爱你的此时此刻。那么选到这组的朋友，这个也是在讲雷泽闺妹这个情形哦。你在之前可能有遇到一个比较不对的状况，或是对方呢跟你没有投注这个心力在感情上面，它是一个比较不那么认真对待的关系哦。所以你可能要疗愈过去的一些伤痛，不过其实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也不太需要花时间在这个上面，因为你有太多事情要准备了。这个钱币2的能量很强哦，有很多东西需要你去顾及，你可能已经无暇顾及到感情这部分哦。尤其这个感情上看起来你会把它当成一个调剂品，或者是暧昧的状态，没有办法在这个冬季当中得到一个结果，所以既然它是一个比较像附属品，或者是一个浪漫的调剂品哦，这个冬季的运势当中呢，还是把工作培养自己的专业这个当成一个首要的任务会比较好，毕竟你这边都没有出现什么真正的圣杯的牌，你的感情也没有出现圣杯的牌，而这个希望真爱降临也只是一个心中的呐喊，心中的期望，不过是有好消息的，未来是越来越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第3组的讲解，希望大家会喜欢，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4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冬季的运势。那么冬季呢是指2023年的12月到2024年的年初1月到2月。那么呢选到这组的朋友，你抽到的牌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就分不同的梯次来看。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到你抽到的2张易经牌卡，第1张是水火未济，第2张是火泽葵。那么2张的提点牌卡呢，很特别的，你抽到的是往前走，你要继续往前了。但是呢，你的另外1张牌卡抽到的是静止以及极静沉静的一个意思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往前，但是这个又有停止跟静止的意思在里面哦。这个是相反的两个感觉。再来呢，你的塔罗牌卡抽到了7张牌哦，非常的多哦。有的只抽到了3张4张哦，你抽到了很多。首先你抽到了权杖2，再来是钱币国王，以及教宗牌，再来是愚人牌、魔术师、钱币8以及钱币9。那这张钱币9画的比较特别哦，它画的有点像钱币10跟钱币1，但它是钱币9。选到第4组牌组人呢，可能有很多不同类型都选到第4组的牌组，所以第4组牌组的牌意呢会相差的有点大哦。第一个呢，选到这一组牌比较多的是男生，再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可能也比较年轻，可能还在求学。怎么说呢？第一个，你的易经牌卡的能量和塔罗牌卡完全相反，你2张提点的牌卡完全相反。这个情形非常的少见哦，就说通常呢，主体的牌卡和塔罗牌卡通常都会有一定的关联性，可是呢，在第4组的身上是它完全分开耶，它完全没有交集之处。那我们就从完全没有交集之处来看排除法，来看一下，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第一个水火未济呢，是一个你的实力还不够，能力还不够，因缘呢跟所有条件呢都还没有充分，因此呢所有的事情都比较难以到达的一个状态，所以它是未济，它不是济济。那么火泽葵呢，则是有非常多的口舌之争、意气之争，双方争执，谁都不让谁。水火未济呢，是指2个比较年长的男生跟女生，观念根深蒂固呢，没有交集的地方。那么呢，火泽葵则是比较老的女生跟比较年轻的女生，她们2个呢价值观不同，一个比较成熟，一个比较幼稚，也没有交集的地方，所以它会让整个卦象呢就是阴阳不调和哦，就是大家吵成一起啊，要不然就是口舌之争啊，你不让我不让你的。然后呢，水火未济也是2个人呢各执己见呢，所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想要做的事情呢就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是女生的卦象，所以既然不在这里面的话，你的塔罗牌卡都很好，所以呢有可能你不在这个争执当中，所以呢这是2个女生在争执，那么就有可能你是男生，所以你不在这个争执里面。再来呢，这个是2个比较年长的男生跟女生在争执，所以表示你是什么？你在求学，你跟这个争执，你在这个家庭里面，你可能是小孩，你可能在外地求学，所以这场呢，男女之间的意气之争呢，你也没有参与到，所以呢，选到这组的朋友有可能什么，在异乡工作，在异地求学，或者是你寄宿在学校当中。所以你的运气跟上面的这个你自身的这个状况呢，它虽然是发生在你的周围，但是你并没有亲身参与到。再来呢，你这个时期，冬天的时期呢，你的整个的走势是走走停停，有时候往前走，有时候停下来，但是这个也蛮符合的，有可能例如说呢，你可能是海外归乡的游子，那么呢，在圣诞节的时候呢，你回到家乡，一起过节，你度过了一段宁静极静的一个时光，一种在炉火旁边，大家端着茶，然后啜饮看书的那种时光，它是一个静止的状态。但是呢，回到学校之后呢，又开始马不停蹄的期末考啦，有可能圣诞节放假完之后呢，再回到学校做报告、做研究，一种状况是这样子。另外一个状况就是你可能在异地工作，那么呢，异地工作也因为放假跟工作交错，所以呢，有一种停停走走、停看听的意味在里面。有一部分的人是度过了2023年呢，整个显示2023年所做的成果，展望2024年的一段交汇期。
那么他也在一个工作呢是要走还是要往前，要跳槽还是要留下来的一个心理的挣扎之中。那么有可能呢，在工作上呢，你的长官、上司之间不和，或者上司呢跟你旁边的女同事啦或什么的，就是他们产生了一些争执，然后在这个环境当中呢，你比较是独善其身的，你没有参与到这个争执，可是因为这样子会让你的工作有一种有时候停下来，有时候又往前走的一个状态。因为当他们长官在争执不下的时候呢，这个任务工作的项目呢就有点停顿，停顿当中也有开会通过什么决议，然后再继续往前。所以目前的这个状态呢，是一个你自身呢很不错，但是外界的情形有点混沌不清的一个状态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塔罗牌卡哦，权杖2，钱币国王，很有可能有一些人是你的父母啊，尤其是父亲啊，把你送出国，或者是呢长官，这个公司的长官把你外派出国，然后呢做什么？做研发，或者是我刚才讲有比较年轻的朋友呢，在学校就要做报告，因为教宗牌是学校团体比较传统的，可能在大公司里面，整个研发的团体在兢兢业业的研发一个新的项目，或者是在学校当中呢，你和同学呢围在一起，要把这个报告做出来。那这个钱币国王呢，他就比较像是你的长官了，而不是你本身，因为这整个牌的主体呢都比较年轻哦，他所做的事情都还在一个初级的阶段。还有愚人牌嘛，这是一个新的旅程，新的冒险，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事业啦、感情啦，甚至都还在一个学习的阶段，不是在一个超级成熟的阶段。只有非常非常少数人啊，我觉得很少，真的是没有几个人是自己本身是钱币国王的状态。钱币国王他也是可以跳脱，他是往下看这几个人在争执呢，但他自己有所成的。但是我想选到这组牌组的人呢，比较少是这种居高临下的一个状态，大部分应该是学习的一个状态哦。你可能会开始一段新的旅程，新的冒险，然后转换到新的工作，因为0和1都是一个非常初始的一个状态。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现在是在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要往外开拓的一个时期。权杖2也是一个向前展望2024年的一个时期哦。那么呢，有可能在短暂当中回到家里面哦，回到家乡。我可以感觉到呢，即便是外面你旁边人在争吵或者在意气之争，不过他们对你都还是很好的，很体贴你。有可能你从异地工作回到家乡，他们还是会水果啊、餐点啊、茶那些都不会少给你，都是还是厚待你的哦。不过呢，可能气氛呢，家里的气氛会不是那么好，尤其在过年的时候呢，选到这组牌的人就可能会面临到什么妯娌的问题啊、婆媳的问题。可是这些问题感觉上你是比较像一个旁观者，你没有牵涉其中。比较少的人会因为这样子被爸妈送出国，有可能，因为有一些例子是，比如说和妈妈不是太合，所以爸爸呢就把他送出国，也有这个可能性，不过是比较少，但是这个牌组也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可能性哦。选到这组人，不管如何，在自己的学校、新的职场、初入职场的话呢，都会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很好。另外一个，你团队合作也合作得很愉快，你在外面探险、冒险、旅行也过得非常的惬意。重点是呢，你的能力也很好，你可以显化出你想要的一个东西。最后是钱币8、钱币9，所以呢，选到这组的朋友呢，在冬季的过年之后，冬季当中虽然走走停停，不过你还是可以显化出一笔不小的金钱哦，因为你孜孜不倦的在你的学业上打磨，甚至有可能可以拿到奖学金，然后拿到工作上的奖金、红包、尾牙拿到红包，或者是尾牙抽到奖，以及
在春节的时候，春节礼金，亦或是父母家族长辈给你很多红包，或者是呢公司的老板呢很器重你，给了你一个大红包，开年的时候就给你一个很大的开工的红包。在能力以及自身的成长跟金钱上面都非常的丰沛的一组牌组，和你的易经牌卡呢完全背道而驰。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就是要看自身的状况来看一下。不过可以显见的是，这个过年圣诞节啊新年啊，家里的气氛可能会有点不是这么和乐，甚至是因为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因为家里的气氛太剑拔弩张了，所以让你想要留宿在学校或在异乡不想要回家，这也是有可能。所以你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加班奖金，或者是你自愿去在春节留在公司继续工作，可以拿到3倍的奖金，2倍3倍的奖金，或者是24小时的店或者是餐饮业需要加班，他会给2到3倍的钱。有可能因为你也不想要待在家里，然后你想说不如去赚钱，所以呢最后在明年的2月末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会存到一笔不小的金钱，会拿到蛮丰厚的奖金。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组牌组的事业、感情跟财运。首先你的事业运抽到的是圣杯2，再来你的感情运抽到的是太阳牌，然后你的金钱运抽到的是教宗牌以及圣杯侍者。那么选到这组牌组的朋友，从这3张牌卡来看就更明显了，大家的运气啊，最近的感情、事业、金钱运呢都很不错，在中等之上哦。这个事业运，如果你还没有进入职场的话，就是指你的学业运哦。你和你的这个同学同事呢都处得非常的不错，甚至呢在工作或是学业上呢，可能还是在这个场域当中形成的班队，就是你跟你的同事交往，或者是你跟你的同学交往，有可能这个状态。不过就算是没有交往，你跟你的旁边的同侪呢相处的是相濡以沫，非常的愉快，让你完全都不乐不思蜀呢，其实是觉得在这边呢得到的快乐比较多，所以会有点不想回家就是宁可在学校呢社团待久一点，跟大家研究一些新的东西，或者在社团当中呢精进自己的球技啊，什么类似像桌球社啦、篮球社、排球社这些，游泳课啊、游泳班啊，这些就是游泳社团等等，你宁可呢在学校跟大家呢一起切磋磨练自己的技艺，不断的在自己的喜欢的事物上，在自己的嗜好跟学业上面往前去开拓。所以呢选到这组牌组的朋友，其实在你的学业或事业当中，目前的气氛是不错的，长官吵成一团，跟你们这个 team 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这种感觉。那么呢选到这组牌的感情运是非常好的这个不是罗曼蒂克的一个感觉，这主要是一个2个人之间很像好朋友一般，可以一起出去玩，所以这感觉就非常像班队或者是同事联谊交往，一起出去约会的那种感觉。因为呢太阳牌有种团体的感觉，这种交往呢不是很私密性的，是大家看得到的，两小无猜，我们可以这么说。它所涉及到的那种很深层的感情呢是没有，它所涉及到是纯真率真，两小无猜一般，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去什么夹娃娃，一起去游乐场坐云霄飞车，那样子的感情，是一个可以共同出游，然后在共同的兴趣当中呢成为最好的朋友跟恋人的一种感情。所以这个感情呢是非常坦率的，没什么心机，也不是例如说出社会真的要抉择另外一半都是以金钱或是物质条件来衡量，不是，这是一种敞开心胸，接纳对方的优点跟缺点的一段感情，是非常棒的一种状态。
而且非常的正向，会让你的身心都非常健康的一段感情哦。从你有这么多贵人，就是钱币国王、教宗牌在袒护你哦，在护卫你、保护着你，然后你自己本身又是愚人、魔术师，又有太阳，我觉得这组牌的朋友在冬季会过得非常的愉快，这是一个很开心、很愉悦的冬季。它不但有暖暖的太阳，而且阳光洒下来还可以去踏青，而且在晚上的时候也可以啜饮着一杯什么咖啡，看着书。我觉得这个冬天对于选到第4组的朋友，纵然外面呢已经雷电交加，就是烽火连天，可是选到这组的朋友却有一个很安全的角落，让大家享受这个宁静的冬天，真的是非常羡慕大家哦。那么再来呢，你的财运当然也是非常好了。第一个呢，教宗牌，再加上你有圣杯的侍者，选到这组牌的人呢，这个冬季呢会有一笔钱在身边，不管是长辈给你的红包钱很多，上司给你的钱很多，或者是自己呢赚外快赚了很多钱哦，你甚至有钱可以去帮助别人。因为年关将近嘛，有很多社福团体都会贴出来说他们需要帮助啊，需要什么年夜饭什么的。因为呢，你就是一个受到大家关爱跟爱护的人，就是你的教授可能还会给你一笔什么额外的研究奖金之类的哦。钱币8跟钱币9，当然这些是你努力来的哦，因为钱币8是自己通过了一段努力，非常兢兢业业的在自己的课业跟工作上不断的打磨，不断的专注研究开发，或者是想企划工作等等，所以呢，上面的人都看在眼里，不管上面的人呢是多么的吵成一团，他们还是会把你应得的给你哦。所以这个年，这个新年呢，这个圣诞节跟春节呢，都是有钱在身边的，甚至会发超过你想象数目的一些奖金。甚至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因为看起来你们是一个比较没有心机、比较纯真的人哦，所以你们可能预计呢，奖金可能不会太多吧，可是呢，却收到了比你预期多的奖金，所以非常的开心，然后心中觉得很温暖。这个主角他非常开心呢，他有9个钱币在他的上空飘着哦，来年2024年充满希望哦。第一个，你的心发出的亮光，再来这是个天灯，天灯上面就是写了很多愿望哦，所以选到这组牌组的朋友，甚至有一笔钱可以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哦。总体而言，在事业、感情跟金钱上呢，都是很不错的。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其他的提点牌卡。首先你抽到的是相信、信任，再来这张牌是兴高采烈的意思，也有点点好运的成分在里面哦。你是安全的哦，你是被照护着的，这个特质它已经印在你身上了。因为愚人牌就是一个不管前面是不是悬崖，他都能够兴高采烈的拿着他的行囊，带着他的小狗往前去闯荡的一张牌。所以我认为这组人这个相信或者是不畏惧前面的事物去冒险的心，其实已经刻印在你的血液里面了。所以相信这件事情，我倒不怎么觉得需要提醒大家，尤其在这么一个乱的氛围里面，选到这组牌组的人还可以悠游自得的过得很好，表示你非常信任照顾你的人，以及你周围的人，不管他们吵成怎么样，就是你都还是可以觉得自己是一个安全的。所以选到这组牌的人呢，安全感蛮重的哦，是一个对于环境没有那么敏感哦。有些人会，别人只要有一点言语上的针锋相对，心里就会跟着不舒坦，在第4组人身上没有这个问题。再来，你也是一个比较幽默，然后也比较具有好心的一个人。选到这组牌的人呢，无论如何都过得兴高采烈。兴高采烈就是魔术师跟愚人的一个代表哦。而且他这个 good cheer 这个字呢，它也有一点好运的成分在里面。因为选到这组牌的人本身的个性就具有了化解危急情况或者是剑拔弩张情况的一种幽默感。
然后呢也是带着太阳的好心去跟大家相处。所以选到这组牌组的人呢，这2张牌真的就是说明了你冬季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呢，选到这组牌组的人的星座。那么从这个星座来看呢，选到这组牌组人有火象星座、土象星座、金牛座以及水瓶座，然后这是双子座、处女座，土象星座蛮多的哦，一点点火象。然后这边之前出现了很多风象，这边倒是只有魔术师，有处女座跟双子座。再来你的星座牌卡抽到的是土星，它是真相，以及凯龙星，凯龙星它是疗愈。在这个冬季呢，我相信选到这组牌组的朋友呢，已经从你的环境当中呢，看到某一些真相，以及跟别人相处的一个重点，就是母亲或者是姐姐或者是外婆之类的哦，你们的相处可能有一点点摩擦，可是呢，你大概已经知道这是一个磨练，然后你也已经可以心平气和的去对待对你比较针锋相对、讲话比较尖锐的其他人。就是选到这组牌的人呢，就是家庭成员当中一定有一些人讲话是比较不中听，或者是比较尖锐，讲话带酸等等。可是呢，选到这组的人已经能够很坦然接受了这是一个他必然存在的事实。甚至我觉得选到这组人已经通过了这场磨练，所以心态才会这么的健康。尤其你又抽到了凯龙，凯龙就是疗愈你内心当中的黑暗面。但我认为从你所有的牌卡来看呢，这些都已经外在的纷扰，或者是别人要怎么样去处理他们的人生，已经不构成你对你自己人生的怀疑。选到这组牌组的人对你自己是很有自信的是可以看到真相，并且接受真相，然后呢尽快的转念，把这个别人所带来的负面能量呢，尽快把它转为疗愈的一个能量。所以这只是一个过程，选到这组牌组的人已经很有经验跟自信，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哦。由于呢，你所抽到的牌卡比较没有水象的但是土星在双鱼座，我帮大家查了一下呢，这个土星是在双鱼座，它现在顺行，然后凯龙星现在在牡羊座，火泽葵是一张多疑的牌，然后这个也是一个讲话比较直、比较针锋相对的牌。所以呢，如果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长辈、上司，他们是有双鱼座跟牡羊座特质的，凯龙星现在在牡羊座，你就知道要怎么样去应付他们因为选到这组的朋友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因为你的心态跟运势呢，已经可以安然的自己创造一个舒适的空间，让自己在里面呢能够继续的钻研跟成长。那么你的时间点的牌卡抽到的是天蝎座的满月，他说呢，在这个剑拔弩张当中，在紧张当中依然能够呼吸。再来是双鱼座的下弦月，他说呢，要少说点话，要多一些感觉。以及巨蟹座的新月，他叫你要放轻松。你有没有看见你出现了3个水象星座的牌？你自己本身呢的星座呢，跟造成这个外界压力的这个星座呢，是南辕北辙的星座，就是对方是水象很重的人，有可能带来这个紧张情绪的人呢，就是比较敏感的人因为他们现在的心被这个土星所压制嘛，所以可能情绪上呢的出口有一点顺不过来，然后可能会影响到周遭的人。那么呢，这个情形什么时候变好呢？看一下，这个满月在天蝎座呢是在2024年的4月所以这个情形什么时候会稍微缓解呢？就是要到2月底到3月份，然后就是7月份，然后这个是明年的4月份。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在这个冬季呢，难怪你会想要待在学校或者是在异地呢不回家，因为这个情形呢，要到明年的春天才会缓解，就是不是这个冬季的事情了。选到这组牌的朋友甚至会怎么样？你可能在外留学的学子，
圣诞节回来一看，发现家里不平静，天哪，怎么会吵成这样子？速速的回到求学的地方呢，暑假再回来，没关系，我在外面继续打拼，继续研究，继续读书，这个稍后暑假我再回来探望大家，或者是在春节的时候呢，在复活节的时候呢，就想说算了，我不要回来了。你间歇性的，难怪会又停止，然后又往前，就是因为这个情况是一个你可以依据你的学业工作的情形，以及放假的情形，以及老板派你出差回来的情形来做一个适当的调节。所以呢，选到这组人不会感到压力，因为可以自由的调节，你又在外挥洒自己一片天空。如果这个情形，例如说是父母好了，可能妈妈比较情绪化，那选到这组的人就要多关心一点爸爸，爸爸出钱让你出去钱币国王他出钱让你出去，你还是要稍微就是照顾一下他的心情对不对？他都把你送出去就是避灾了，就是让你不要跟妈妈有口舌之争。可是呢，然后你在外面逍遥，可是爸爸还是要跟妈妈相处，对不对？有时候要多关心一下那个承受这一切的人选到这组人在外面逍遥的时候，不要忘记关心那个在家里承受的人。你的牌实在是，而且这个情况很特殊我占卜了这么一段期间，我没有看过这么南辕北辙又特殊的牌组，这个解释第一次遇到。再来各位的感情呢，我们来看一下你抽到了什么额外的牌卡，要释放掉你的前任。再来是给你的关系一段机会。选到这组牌组的人呢，因为你抽到凯龙星我相信你已经从这个前任的阴影当中呢，不管你有没有或者是你有之前暗恋的人但没有成功那些都过去了。选到这组牌组的人没有什么很沉重的一些心情在里面，尤其你又有凯龙星的加持，然后你又抽到了土星磨练，感觉上你也过了这段时期了。接下来你所面临到的是感情运是太阳牌这是一个多么好多么坦率亮丽的牌，所以呢可能会有新的人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而且你们会以朋友的形式先开始。在你的关系当中呢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他也同时也提到了说要对你的伴侣关系呢多费一点心思他的意思就是在提醒大家，在太阳的状态当中是在一个很纯真率真自然的状态当中，如果你想要让你喜欢的人觉得他是特别的，你可能要费一些心思让他感觉到，要不然都是团体行动的话呢，纵然你有喜欢的对象，他也很难感受到他是特别的这边牌有点出这件事情。再来是就是不要把什么前女友或前男友呢一直挂在嘴边，这样子会妨碍到你新恋情的一个进度释放掉你的前任的一个关系那么选到这组牌组的人，感觉上呢在感情上是一个还在初期，一种像朋友交往般的暧昧期，在罗曼蒂克的营造上还需要再多加努力的一张牌。不过冬季呢看起来有许多事情要照顾，跟朋友玩在一起，然后也有很多自己想要研究的事情，也开展了自己的新的冒险。往前的情况是走走停停，但又充满丰富多彩的生活，在金钱感情和事业运上都有很不错的表现。那么呢以上就是第4组的讲解，感谢大家的聆听，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冬天。那么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